来拜公主啊。你忘记我跟公主也有交情了？对。老实说，我真的很羡慕公主，能够有你这么一个如此重感情的人，可以托付终身。是。可惜的是，他现在已经不在了。不过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奇怪，想要的时候没有，你不想要的时候，它偏偏就发生了。但是他始终得到他深爱的人对他的承诺，即使死也无憾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我认为，如果你真的要立那个功碑，一定会后悔。若是我得其所爱，就算我立了功碑，我也有勇气把它拆下来。可是，在你心中的功碑才是最大的障碍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，其实还不是迂腐的人。说的不错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害人。我根本不属于这儿，我不能带你走，你明白吗？若是你愿意的话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晴晴都愿意追随。你到底明不明白我说什么？我根本不属于这里，我真的不属于这里。我是未来世界的人。未来世界？我是2000年后的人，我是穿越时空来到这里的。之前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，我以前有个女朋友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我让你清楚知道，我喜欢是我以前的女朋友。项少龙，你实在欺人太甚了。你不需要用如此荒诞之词来拒绝人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的全都是实话。我只是不想害人，我不想伤害你，我不想再害人了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想再听如此荒诞之词，就当秦青自作多情，所托非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我从此之后，恐怕连做朋友都没有必要，因为你说的话有失诚信。难道项少龙真是来自2000年后的人？他居然用如此荒谬的借口，无非是想拒绝我。他不喜欢我，可以直接跟我说。我身为女儿家，不顾羞耻尊严向他表白，他实在欺人太甚。哎，青儿，你也不要生气。项少龙所说未必是荒谬的。难道干爹认为真有未来人这回事？你冷静地想一想，自从第一次在魏国才是论证开始，我已经觉得此人非同凡响，语处惊人，实今人所不识，能人所不能。可这些可以用才能来解释。你不觉得他的行为用语大大有别于今人吗？听闻他曾经劝李斯投奔秦国，将来必有所成。如今李斯官运亨通，再来他又预测嬴政必登太子之位。结果如他所言，他还很肯定秦国将来必定统一6国。干爹的意思是说，他就如一个未卜先知的人，可以预知未来。非也，若是他当真来自2000年后的人，他当然知道将来发生之事。也许他也和干爹一样，从星象中得知预兆，然后加以推测。但是项少龙并不懂观星象，何况他所预测之事，星象并无预兆。实在不可思议。老夫倒有一个办法可以试探试探。
哎，秦姑娘，青姑娘，哎，你们慢慢谈，进去，我们出去。大哥，我们出去了啊。找我有事？干爹有件事想拜托你。什么事？他卜了个卦，预测太子正何时登基，以及秦国的国运。他把结果写在锦囊里。既然你是未来人，你应该知道太子正何时登基，以及秦国统一6国之后的寿命如何。干爹想知道你所知的跟他的预测是否吻合。根据历史书的记载，嬴政会在1年半之后登基。秦国统一中国之后，就是秦国的寿命只有15年。果然吻合，你真是未来人。会不会是巧合呢？是不是巧合？1年半之后你就知道。如果你再不信，你看这个。其实这个是一个时光器的接收器。为何光一闪一闪的？因为里面有电。其实我做那么多事都是想嬴政登基，因为就在他登基那一天，这个接收器就可以接收到未来的讯息，带我回去。难怪你知道那么多未来的事呢。原来你是未来人。现在你终于相信了，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不可以跟这里的任何人发生感情，因为我始终要离开。就当我们先前之事是一场误会吧。对了，你家乡的那位女朋友，真的长得跟我一模一样。对，一模一样。连性情脾气也一样。你温柔多了。有一件事，本太子实在不明白，为何当日父王要为你立功德碑，你并无即时拒绝，何以到了今日才断然拒绝？为何太子认为我应该即时拒绝呢？因为本太子认为，秦太傅不嫁人，实在可惜。无人在意，又有何可惜呢？何况我无功无德，立功德碑，受之有愧，所以我才拒绝大王的好意。拒绝功德碑确是好事。其实秦太傅和师傅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若因为立功德碑而错失对方，那就真是太可惜了。请太子慎言，免得让你师父听到，碰面的时候更加难为情。更何况，我和你师父只不过是泛泛之交。可是我看得出，师傅很欣赏你，他还经常在我面前称赞你。是吗？他称赞我。既然是泛泛之交，何必如此在乎？太子乃是王位继承人，请慎言慎行。虽然师傅给了公主名分，可是你二人并无实质障碍。若能结为夫妇，岂不是天大的美事？但你们为何总是克制回避呢？唉，天下有许多有情人，障碍重重，想在一起也不容易。